好的，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就是这个 Nintendo World Championships Famicom 世界大会。那这一盒的话呢是 Special Edition， 也就是限定版的哦。它的版本内容呢会比较多一点，最主要就是有2只红白机的手把。正面的部分呢，其实做这个烫金的感觉，我觉得质感蛮好的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一个烫金的质感。然后它的外盒啊，其实这个大小有点像是早期在买电脑游戏时那个大小。真的蛮有一种怀旧复古的味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意做这样子的设定啊，但是我在拿到它的时候呢，就觉得这个大小还蛮浓鲜合度的。那侧面的部分呢，有一些游戏的小小 logo， 背面的话呢，则是弄上了一个奖杯的部分。接着开箱，里面的话呢是分成像这样子2层的包装，第一层呢是我们的游戏片，第2层的话呢，就有我们的手把了。那这手把的话，其实应该跟早期我们在日本的 NSO 服务呢，买出来的手把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先拆一支给大家看一下，但是它的包装哦，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的。这一组的话呢，就是一个红白机手把造型，就大小啦跟重量上来说是还蛮相似的。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就是在上面这里，好不好？这边是各位可以看到，它有一个 LR 的部分，那这个 LR 呢，其实在早期的红白机应该是完全没有的，而且它这边有一条可以扣进去你的 Switch 的地方，这条呢它也是新的，以前早期的红白机手把是绝对没有这东西。这边的话呢，就是 A、B 键，然后加上选择键，还有开始键，包含最指标性的十字键也都在上面。那整个配色就是红白机当年的感觉，背面的话长得像这样哦，就是一个很标准的。那这边是多一个可以按下去取出来的时候用的按键哦，这个是把它扣在 Switch 上用的。第2只手把的部分呢，它也有保留了一个麦克风在上面。这算是很经典的设计啦。不过早期虽然说它有麦克风，可是好像也没有几款游戏支援到。旁边这里还有可以设定声音的大小哦，这边可以设定音量的地方。那一样有 A、B 键，但是它少了选择键跟开始键，因为那个是EP要负责的。上面的话呢，当然也是多了 LR。不过因为它有 LR， 所以各位可能就会以为它可以玩 Switch 的其他游戏，没有。它如果要玩一些旧的在 NSO 里面的红白机游戏，它应该是 OK 啦。但是它其他的游戏是不支援的，因为它没有 DR 跟 DL， 所以在操作上来说差很多。那正面也缺了 X 跟 Y， 所以呢，更多游戏是完全无法使用。早期的 NSO 这一组啊，其实我也是有收啦，也就代表着说我现在的是有多上了这一组跟多上的这一组，所以呢，我总共有4只红白机的手把。下面的话呢，则是还有一张首次使用的仔细阅读，那这个是 Famicom 的 Computer 控制器使用方式。再来还有一盒小小盒的，里面一样有限定版的一些特殊商品哦，特殊小物。哇，打开来可以看到，这个真的酷诶，哇，这个好有收藏价值哦，整个品质感觉不错，而且它是做成一整个活动的标志哦，它的样子其实跟中间这个是一样的，就是一个倒三角形哦，它有不同的游戏，有不同的徽章。游戏的部分除了本片游戏以外，下面呢也还有一个铁盒把，不是铁盒，它的质感是做的非常不错，因为这边看起来是有类似那种烫金感，这里也是，好不好？但是它不是铁盒哦，它其实是直的。然后打开来里面呢，一样可以看到该有的这一些明信片哦，这个感觉很像在任天堂旗舰店里面可以看得到的东西，一张一张的给各位看一下哦。第1张，这应该是马里欧最早期的吧，然后再来是萨达传说，哇，这个感觉好赞哦，有没有？超赞的。然后接着密特罗德，哦，这个也是很酷的感觉啊。然后大金刚，哦，这个风格真的太早期了吧？应该是游戏卡夹外面的那个封面啦。而且这个时候的马里欧呢，应该还不叫马里欧，它是没有名字的。那碧姬公主爸是不是长得有点不太一样？然后接着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这个很早期的游戏啊。这个名字的话呢，就有点忘记了。然后再来超级马里欧美版的。然后这个骑摩托车的喵喵超喜欢玩这个的，因为他说小时候呢，这个给他印象非常深刻。这叫冰人吗？这也是早期好像合集的卡夹里面会出现的游戏。它这是气球会飞，要把它打下来那个，有点忘记了。早期啊，其实有很多都是盒卡里面玩到的，所以该有的这个游戏封面啊，自己都是没有看过。马里奥3代这个我超级喜欢，破关无限多次，超级好玩，超级推荐。
NSO 的会员里面呢，也可以玩到这个游戏。OK， 又是萨尔达传说，哇，这个马里奥2。哇，星之卡比耶，总共是这样子，有13张在里面。这一款呢，其实在 TV 模式或者是平板模式啊，最多都有支援到8个人可以在单机上面一起比赛。这边有讲到，它每周呢会举办5个竞技项目。这个软体啊是有13款游戏里面精选的150项的竞技项目哦，有计时赛也有派对赛，所以大家要一起玩的话是还蛮方便的一个不同选择。尤其是有一点年纪的啦，应该用这一种来 PK 各自的那种技术。应该还蛮不错的。里面的话，一样可以看到各款游戏的这个小小徽章。那徽章的部分呢，其实这边有更多，不像刚才那个附的实体啦，它是只有5个。那这里有一张他们的软体阵容，应该现在老任的游戏都附这东西。后面的这个徽章呢，也是总共有13种。卡夹的部分呢，则是 CHT 的版本。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 Nintendo World Championships， 也就是任天堂世界锦标赛，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登场，总共在美国8座城市当中的 Best Buy 举行。第一届呢，更是可以追溯到1990年，当时的规模巡回了美国29个城市，算是早期电玩赛事的始祖。而这次的游戏啊，就是以这样子的活动所玩到的内容集结而成。它分成单人游戏跟派对游戏2大类。单人游戏呢，又有计时赛、世界排名大会、生存战大会等等。玩家先创建角色 ID、称号、最喜欢的红白机游戏，接着就可以直接进入比赛。计时赛的玩法呢，会有13款游戏：超级马里奥兄弟、萨尔达传说、密特罗德、大金刚、光神话、帕尔提纳之境、超级马里奥 USA、越野机车、敲冰块、气球大战、超级马里奥3、林克的冒险、超级马里奥兄弟2、星之卡比、梦之泉物语。每款游戏呢都会拆成不同等份的关卡，有一些拆出比较多，有一些则是拆的比较少，而且关卡的长度呢也会拆的有长有短。除了初始关卡以外，后续的关卡都得要用金币解锁。然后啊，金币就是要进去里面闯关，会依照成绩拿到对应的金币数量。关卡会有难易度的平等，最简单的方式是可以看到它有写 Normal、Hard、Legend 等等，玩过的会有完成的时间跟平等。游戏准备的页面呢，会有示范玩法的地方，建议一定要看。就算对游戏很熟啦，也可以先拟定策略。毕竟这样子的竞速型闯关方式哦，一阵一阵的移动位置啊，跟按按键的时机，都会让成绩的影响相当的大。旁边有竞技规则、个人最佳成绩，还有最佳排名。游戏的名称啊，跟游戏的发售日在上面也有写。最上面则是有难度的星等，下面也可以看到个人的最佳成绩重播片段。然后进游戏呢，就是跟时间赛跑，任何一个碰墙的影响、按按键的速度影响、该冲刺、该跳跃的影响，都会让秒数残酷起了非常大的变化。世界排名大会呢，则是会有每一轮的比赛活动。它会有比赛的关卡、难度、比赛时间到什么时候截止、参加者总数等等。每一项比赛呢都可以直接报名参加，它的个别参与人数啊也会做一个统计，在一轮的比赛结束时间到之前啊，可以不断的去重复刷新自己的记录。最后就是用最佳成绩啦，去跟世界各地的玩家比赛一波。生存战大会也会有比赛时段，它会分成普通组跟精英组，会有3个游戏做成一个组合，会跟其他7个幽灵玩家来进行一场淘汰赛。第一轮8取4，第二轮4取2。最后一轮夺冠，竞技顺序呢会随机改变，可是每一关都还是会玩到，得要都赢才会夺得冠军。觉得自己画面太小的，也可以到设定里面去做调整，它可以放大自己的画面啦，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吃力。生存战跟世界排名大会呢，建议都是单机要多练一点。有的关卡，假如是早期没有玩过的啦，就算只有短短一段过程啊，也会玩得比较吃力。目前上线跟其他幽灵玩家配对起来，感觉还蛮符合自己的程度。还没有遇到神鬼级的玩家，记录呢会是超强的那一种。那派对游戏呢，最多可以支援到单机8个人一起玩，会用分割视窗的方式来比赛。假如人数多一点的话，建议接大台一点的电视，会比较好看清楚画面。进去之后，每个人可以抽自己的代表图案，再选竞技组合对战，或者是单项竞技对战。竞技组合对战是会有主题跟难度的关卡组合，一口气会有3到5关，分成简单、稍微困难、困难跟高手专用。每关会依照排名拿积分，比完全部的关卡就会统计积分，看谁拿到第一名。
单项竞技的话就更简单的，直接可以选那个想要比赛的关卡来进行哦，而且它不需要解锁就会直接全开。如果是想要练习的，找亲朋好友来用这个模式一起练也不错。老实说，大致玩了一轮之后，会发现这些游戏啊，居然还有这种拼速度的玩法。也许呢，已经早就有一群很流行用 speed run 的玩家，不过我自己是从来没有玩过这种这么斤斤计较的玩法哦，玩起来的确会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感受。如果真的有兴趣的朋友，就亲自来入手玩玩看，有机会可以站上世界第一的舞台哦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在下面点喜欢并且分享，也别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罗卡，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。